Hello，我是 Lisu。影片有 CC 字幕，可以点设定选择需要的哦。今天带大家看看周六下午的艺术中心。之前尾牙影片里我们有录过，也简单提到这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，简称北艺中心。它位在捷运剑潭站的士林夜市旁边。刚刚从捷运剑潭站1号出口出来之后，前面就有一个地下道。这个地下道是 Y 字形的，右边会通往夜市，左边通往北艺中心。我们要往左边。在这么热的夏天，地下道简直像沙漠里的泉水一样舒服。阳光还是适度晒一下就好，晒太久真的会有一点累。地下道的灯光很神奇，有种让浮躁的心慢慢被抚平的感觉，还伴随着徐徐微风，让心情舒畅。手扶梯缓缓上升，抬头是一座设计感建筑。北艺中心也因为外形太特别，刚亮相的时候，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。有人说像皮蛋豆腐，也有人说像卤味中的贡丸、米血加百叶豆腐，还用筷子插着。设计师受访时说是从鸳鸯锅发想而来。说到鸳鸯锅，就是一个锅子里有2种不同汤底。这个概念想来有点意思，是不是能说明希望将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的理念？就像北艺中心的旁边有夜市，夜市生活的旁边有表演艺术，这种2者可以共存的概念呢？说回引起的社群话题，官方甚至幽默地将网络迷因变成活动，推出过北艺3+1招牌卤味，上面写着没有香菜，安心外带的标语。台湾意外的蛮多人不喜欢香菜的味道，偏偏挺多传统料理会撒上香菜。这个活动是让消费者可以建造自己的北艺中心。这种新与日常的结合，有时候看着突兀，但也是充满生命力的展现。前面出现了有别于一般入口，闪着引人好奇的橘光大门。官网形容这个橘是一种探知的热情，确实很符合我当下的感受。而现在这个时间也很刚好，因为现场号码牌的发放就是下午1点45分开始。你好，那个2点钟开始哦。今天有看表演吗？没有，单纯参观。所以这样子绝对要有看表演吗？自己的号码牌。2点的时候先去上洗手间，2点的时候准时回来，可以从橘色的门这边走后台动线，一直到11楼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很多热门的活动或餐厅都会使用号码牌，这样可以掌握数量，也分散人潮。在屋檐下搭配凉风，挺不错的。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先进到北艺中心里面逛一下，有卖精致的日式饭团，里面是非常开放的空间。指引标示做得简单易懂，分别是洗手间、电梯、咨询处、AED、哺乳室和咖啡厅，都要往前走。男生是一个像菜瓜布的小生物，女生长得像花生，小朋友长得像沙漏。北艺中心里面有3个主要剧场，可以符合不同演出需求，也能将剧场相通。感觉很冰凉的金属质感墙壁，
有卖北艺中心周边的花车，用简单的符号代替文字，让人一下就知道想表达的意思。上面说有小戏台，刚刚拿号码牌之前其实有拍到，不过上面有一些休息的人，就没那么明显。小戏台是户外广场上的小型表演空间，这里常常安排免费演出，像是音乐、舞蹈、马戏、肢体剧场，甚至实验性的戏剧演出，让路过的人也可以很轻松的接触表演艺术。这是雨伞套，台湾下雨的机会很多，尤其是梅雨季、台风季，还有夏天的午后雷阵雨，所以很多公共场所都会准备雨伞套。通常会有长伞用的跟折叠伞用的，这样伞上的水才不会滴得到处都是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入 Public Loop， 这个名字很可爱，它不是普通的 loop， 中间有很多个 O， 看起来就像这条路线很长，一直绕一直绕，所以中文叫做参观回路。是一起的吗？这边我们先等一下。好。通常在公有场馆中，除了售票员，基本上民众遇到的都是志工。现在进行参观分流。先稍待一下，因为3楼比较小，要等消化。来，我们先介绍完，我们再上去。好，谢谢。来。因为我们3楼的话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我们要等前一批观众上楼之后，我们才让大家上楼。那在我们上去之前，有3件事情需要大家帮忙协助配合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全程开放饮食。我们全程不开放饮食哦。然后第二件事情是，除了我们现在的1楼的位置，还有我们的出口，还有我们的户外可以拍照之外，等一下11楼的户外可以拍照之外，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开放拍照。好，那第3件事情，我们手上有一个号码牌，那个号码牌我们在出口的地方需要缴交回给我们工作人员，所以请大家也帮我们务必保留好。好，那对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110个阶梯，然后这灯光也比较昏暗，所以就是有小朋友的会帮忙留意一下，让大家也留意一下自己的脚步。那这边大概稍后一下需要拍照可以拍照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听那个楼上的讯号，我们再让大家上楼不好意思，好，小路一下。参观回路开放时间是周3到周日的下午，除了现场取号，就是团体预约。这条参观路线让观众可以从比较少见的角度看到剧场空间、工作廊道，就像打开了一条门缝，让我们可以更接近剧场的动线，还有可以俯瞰士林一带的观景平台。演出团队也能决定要不要被观看，也因为部分空间靠近舞台或后台，需要保持安静。不过这本来也是参观时很重要的礼仪。这个手扶梯会直达3楼，大约30分钟的观赏动线结束，一出来就能看到整面波浪状的落地玻璃，和球剧场的一小部分。看这个玻璃，它是双层，中间有那个热辐射的那个贴膜，然后2层连在一起。然后它没有框架，它只要实力控就可以做这几个的。然后它的高有5公尺，宽有1.2，它一片就300公斤。对，玻璃一片就是吧？对，它从2楼上来到这里，它所有每一个外观啊都是用这个型玻璃。都是型玻璃。对啊，很厉害。参观结束可以填写回馈表单，有时候会有小礼物可以拿。在玻璃上看到笑脸。楼层指引可以看到楼下有餐厅。
电梯的灯光感觉像是太空船，要前往未知的大冒险。回到1楼了，地上写小心门槛。最后想去2楼看看，志工们说可以休息一下。北艺中心充满了许多颜色，灰色、粉色、绿色、蓝色。在官网看到，这里的蓝是特别为了剧场设计的蓝。大家有机会可以报名周2、周3才有的专人导览，深入了解这些颜色在北艺中心代表的意义。今天是5月16，有歌剧《魅影》的演出，分成下午场跟晚上场，实在太热门，很可惜在开卖时我没有买到票，只能继续看电影版回味。住附近的话，带书来看也许很不错。这里可以看到捷运剑潭站。这边不一定要为了表演才可以来走走，看看建筑，喝喝咖啡或吃点简餐都非常欢迎。这个无障碍坡道看起来蛮让人放心的。是用金属网做的。之前看着新闻跟社群媒体的讨论，还只是当作一则趣闻。经过了今天这一趟，可能还是觉得很像贡丸跟筷子，但也已经是有了感情的贡丸跟筷子，也才能注意到原来米血糕是用玻璃做的。广场上有不少团体在舞蹈练习，显然这栋建筑也已经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下午3点，回到 Y 型地下道，要往夜市的方向。士林夜市就是在士林区的夜市。第一反应可能会以为要坐到捷运士林站下车，但其实剑潭站下车会比较近，不过也只是走路相差5分钟左右的路程。剑潭这个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，但每个故事都很有趣。夜市大概下午5点才陆陆续续有摊贩，现在外面有点闷热，先去肯德基休息一下，想等晚餐吃完再回家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台的无障碍计程车，车身标榜自己是全台最大。在肯德基查了一下附近的美食，决定去吃一间据说需要排队的面疙瘩店。面疙瘩是一种面体，不是细细长长的，是一块一块的，口感因为厚度的原因会比较扎实有嚼劲。面疙瘩会做成汤的，也有炒的。这家比较特别，应该是用小火收汁的方式，让面体吸满汤汁。走到店附近了，果然大排长龙，先观察一阵子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排。看起来移动速度挺慢的，搭配这个人潮，可能至少要等1个小时。我们决定放弃，启动备案
备案就是备用的方案，往回走到捷运站附近吃之前吃过的粤式料理。夕阳的照射下拉了长长的影子。跟台湾小吃比起来，粤式料理常常会有比较多薄荷、香菜、鱼露和柠檬，口感比较清爽跟酸甜感。你好，2位内用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先看。吃完晚餐之后，也差不多要回家了。现在回到捷运站，在捷运月台就能看到北艺中心这栋醒目建筑，让北艺中心不是一个离生活很远的地方，它就在捷运旁边，就在夜市旁边，也在大家每天移动的路线旁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生活学习中文的内容，欢迎继续观看我的影片，之后会将一些重点内容整理成 short。捷运来了，下次见。